日区克是哦，是本来要跟 G7 变丢，所以呢，中国就找了中亚五国，在整个西安搞了一个大唐盛世，弄得富丽堂皇。我干嘛？我要展现我中国人办的活动，就跟你在日本广岛的 G7就是不一样。我中国真的崛起了。就我妈讲，中国的小粉会开始吹嘘哦，你看到没有？大唐盛世，那整个气派非常的壮盛。结果把这些照片一个一个丢下去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中国人不买单，中国人还觉得你在搞什么？你根本就是非常的粗俗，非常的粗鄙。你甚至还讲说叫中国人干嘛？勒紧裤带准备开会了。抱歉 ，G7 在广岛开，那当然了，这个他们针对中国而来，习近平也不是省油灯，你这个开这个 G7 会，我就找中亚五国来，在西安我们开了一个中国中亚的这个峰会，而且呢，你小日本办的活动什么活动，我们中国办的活动不一样，你看。这抱歉，你看这个完全这个过去西安的这个风华时代，那中亚五国来，这个暗示什么？我是天可汗嘛，这个5个国家来跟我朝贡嘛。哦，这会议场所这么富丽堂皇，对，完全的西安，你看背景来说就是什么大唐芙蓉园，你看完全不一样。那栋楼叫大唐芙蓉园，你看他们拍的这个照片，你看多么好看。那很多这个古代唐朝的宫女在那边跳这个八佾舞啊，然后拿着这个宫灯引导所有的领导人进来，你看这个会议完全不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气势吞天的感觉啊！好的，所以就中国人站起来了。对啊，你看，中国马上就为什么央视很多媒体就开始报道？你看，我们看会议中间巨大的这个会议桌，这才是我们中亚五国高峰会应该办的啊。高峰会就是这样啊，这么巨大的。好，那你看，相对你看小日本，果然是小日本。G7 的会员国还坐了这么小的椅子，这么小的桌子，你看，而且呢这么小挤在一起不说，你看他们还把这个公事包都丢在这个地方，连放公事包的位置都没有。对啊，也太过寒酸了吧？连拜登的公事包都丢地上。对啊，他太过寒酸。你看，而且你看，会议里面来说，他们还这样就在挤成一团了。你看 G7 的会议的国家里面，因为这个所谓泽伦斯基来，他们还指，这太挤，这怎么是一个待客之道呢？这不。泽伦斯基来，对，我不但没有一个会议室，是我没有一个漂亮的房间，对，没有漂亮的场合，对，居然你来了以后，大家拉着椅子就聊起来了。你看马克宏啊、舒兹啦，这个英国首相就在这个地方，冯德莱，你也太过寒酸了吧？好，再来这种拍照，你总是要留个 G7 会议的这个照片嘛？看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哪里啊？这个广岛的这个宫岛的这个岩岛神社，他们就在后面这样拍一张照片，这个朴素的自然也没有装饰，对呀，这个。什么照片？我们是大红地毯呢！宝杰，你看那一张照片跟这张照片比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啊！你看习近平、还有彭丽媛、还有他们的中亚五国，还有他们的夫人，在这个地方看后面是什么？大唐芙蓉园、大唐气势、红地毯，这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嘛！而且你只是看外表，刚刚讲的，这在整个夜袭里面都不看啊。真的是金碧辉煌，等于说是用珐琅，是用所有的最好的瓷器来展现它的盛世如意。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宫廷宴，他们叫做大唐宫廷宴，当然就是不一样。你看全部人看，这是瓷器啦，然后全部都，它瓷器有些还有镶金边，就完全是孔金呗。对，国字就珐琅，而且镶金边的这样。你看起来果然是大唐气势。好，那你看，因为什么？中亚呢？还有那种沙雕啦，然后丝路在这个地方还有骆驼，这样整个完全展现这样。那你看他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真的在大唐的宫廷里面，那上面有宫灯啊，然后下面他们椅子都完全装扮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知道，他们旁边还有宫女负责上菜，丫鬟宫女上菜给你吃啊，所以完全就不一样。大唐甚至我跟你讲。这是中亚五国的风味，你知道这个 G7 会去哪里吃吗？他们去广岛一家这个餐厅里面吃，大家都挤在一堆，随便找一家餐厅，吃个怀石料，人家搞什么？这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我们讲葡萄美酒夜光杯，他现在葡萄美酒夜光杯都来了，没错。好，那你看还有什么？你看他们要来了，所有的元首来，你看古代宫女来了，然后骑着这个写这个唐字，到底是这个古代还是现在弄个唐字？然后宫廷，然后旁边有这个很多侍卫，然后这个提着红灯笼这样引领你进场。这个每一个人都觉得说，果然是气吞山河，然后还要跳八佾舞这样一个状况。好，但是后来还说，我们要来者是客嘛，对不对？我们要给他们酒嘛，还有酒水，你看就马上调出了酒水啦，葡萄酒，还有包括说还有这个果汁啦、茶，这是我们整个会议场合上面的这个酒单，还有这个我们的饮料单。可是问题是，宝杰长，从此呢开始出现一个大逆转的这个状况出现。大逆转，为什么？大家想说，不对啊，
我们这些国家不是中亚5国都是穆斯林吗？那穆斯林的话，你怎么给他们喝酒嘞？穆斯林是不太能喝酒，有些国家虽然可以喝，但是《可兰经》里面是说不能够喝酒，不能有酒单的。对，怎么有酒单？哎，这个我就讲，事实上我想中亚5国这件事，他们领导人大概很怕这张酒水单被他们国人发现，哎，他们居然喝酒，饮酒。对，所以从此之间，哎，大家觉得，哎，这个会议好像办的有点不太对哦，所以这个风向开始有点转变。而且更不要知道，哎，他们一开始怎么吹嘘，你知道吗？这在吹嘘讲说，同样是开个会。一个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集团，一个是中亚5国，会场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对，这大家讲说，现在在这吧，7国集团就 G7 正在没落。我看我们的会场深信不疑。对，好，那开始这样，哎，又吹，但是吹到过头之后，你看又开始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反转的这个状况。你看。对比一张又引起反华分子的冷嘲热讽，难道招待朋友来，他们的这个应该要最热情的这个状况啊？然后讲东西方对于这个圆桌的会议的不同的安排啊，然后开始，你看后来就开始有不太一样。你不是讲说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我们其实我们只是发达中国家。就看我们搞的盛唐，你发达国家竟然这么寒酸。对，那你看什么叫做盛会 G7 学的点？哦，这网络上还是很多人在吹嘘，可是这变成是2种声音，一个是。主贴文，大家都在这边吹，哇，好赞！下面的留言完全都反过来，反了。对，你看为什么？你看260亿啊，我得送多少外卖啊？对，然后勒紧裤腰带准备开会啊，纳税人呢不是那么好花的啦，翻了。对，那就你要勤俭节约，你叫人家这样，那是说给我们基层听的啦。习近平不是讲要勤俭节约吗？太奢华了，跟中国的发展中的身份不符啦，对不对？那好，那我想起了唐朝诗人杜甫脍炙人口的诗句了，大家都知道是哪几句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苦日子不远了。那我们的朋友都比较穷，然后就开始就不大一样。哎，小桌子蛮好的啊，节省成本啊，少花纳税人的钱啊。我只是一个小愿望，经济困难，希望节省开会啊。所以呢，完全就翻车，大家完全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他说桌子小，可人家是团结；对，场地小，但可人家敢乱地球。牌面小，人家全都是发达国家，结果你是一个人的盛世，不如全中国的富裕吧？对，没错。那你知道市场上关键是看看谁花的钱摆阔谁不会。所以那市场现在完全这个，我就讲主文都是吹，但是所有的网友的留言全部都是翻。所以现在变成是说，网络上大家炸锅，就说你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吗？花了1000多亿人民币，然后搞了这一场之后，你那些小朋友都比你还穷，那来了之后，他们是跟你要钱呐。所以大家就完全在网络上的声音出现不同的声音。而且中国人为什么这次这么生气？哎，以前不是很爱面子吗？对，不知道大唐盛世吗？不是中国的历史光荣吗？为什么这次完全不一样？因为你说中国真的变穷了。对，我刚刚讲的。中国年轻的失业率已经高达20%，而且现在中国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已经高达将近50%了。而且你看，刚才对比，有没有习近平在那个大唐盛会的这个场合里面讲话那种，哇，你就觉得说这个国家真的是富丽堂皇，那应该是非常有钱。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能够接受？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报道里面来说，你看，这是中国年轻人，他们现在在寻找一个工作。我们就讲中国的年轻人，目前为止的失业率已经逼近20%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应届毕业生呢，他说约莫还有一半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呢，事实上这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那我们这个西方世界的统计是这样，你只要是出社会3年内没找到工作，你大概就找不到工作，因为你就会跟社会脱节。新的人上来，我绝对用新的人，我不会用你这些人。所以这几代的人呢，他们是面临到最苦的这个局面。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怎么办呢？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在做什么打零工，要么就是做一些我们觉得说过去怎么会是他们去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媒体就有报道，就说你看这是在做什么？这是在卷烟。烟的话是用手卷的这个卷烟，他们还刻意说能够不要用这个机器就不要用机器，用卷烟的方式，尤其是比较高档的烟，用手卷的。宝杰长，这卷烟里面来说的话，你就觉得，哎，卷烟不是就是一般的工人、女工嘛，对不对？这样的状况啊，比如说我们印象中的什么巴西的这个，古巴的这个烟这样卷起来，都是一些少女啊，这种就是可能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或这样，就没有了。他们山西的这个昆明的这个所谓烟草公司的，你看，我们仔细来看哦，它是这个生产操作纲，你可以看到他们这边我们全部都硕士生。大学本科，然后硕士，一路全部都是硕士生啊！他是去那边卷烟的，他就是这样，硕士，而且你再仔细来看哦，他们还有什么？大家来看，我们来看他们学校，硕士他是英国
格拉斯哥大学，还有澳洲的这个雪梨的大学，不是烂学校，墨尔本大学，所以呢，他们现在诺丁汉大学，也就是说，可能呢，他们现在很多大学生，你就只能够找那种你其实跟你的这个学历可能不相匹配，我只能够降我的身价去找那种所谓我们过去可能认为你根本不会做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到，中国现在把问题搞到农民身上，对，农民身上就搞农管，农管气到什么？居然现在在整个乡下或者在整个农村里面，对杀人的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我就讲嘛，你看中国这样开会的时候，怎么会大家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因为日子过得不好嘛。特别是说最近不是有很多农管强迫日啊，我去拆迁你的这个猪舍，我去弄你的这个农田，所以呢，现在出现很多纠纷，就是农管他们农民呢就真的在打农管，或者想要把农管赶走的这个状况。就呢，因为在福建拿刀在对他，真的没办法，因为你把我这个生财工具把它铲掉，所以在福建就发生一个这个农管呢，它到这个养猪社区里面来说，就没有对养猪户就直接把你刺死、把你杀死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时候农田产业里面来说啊，农地里面来说，很多人已经受不了农管的这样的状况。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割韭菜，你只能够割这些所谓农民的这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如果中国人过得幸福安乐，中国人有钱了，你这样子奢华一点，我也无所谓。对，我这么穷了，你还给我搞这一套？而且如果你是个国家好的时候，你要花什么钱，大家绝对不会在意。问题是你活不下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还有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城管也是这样。所以我来跟你讲，从城管、农管这样子的作为来说，你看很多中国基层的老百姓真的是相当不满的累积之中。所以为什么你看你这样办了一个会议之后，没想到真实网友的声音都是不满载的一个情绪。好，不是刚才讲的，本来中国被惦记了我的大唐盛世、盛唐风华，然后我再等于说灌溉云衢、万邦来意。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一吹嘘了以后，底下人翻脸了。这我要花多少钱的外卖，我要做多少次的外卖，这个东西也太奢华了。就是他们讲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老百姓看到，你们花我们的钱胡说乱花，所以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过去这大概5年来，中国所有省份里面哪一个省份的 GDP 发展最高？其实是贵州，大概1年都有9%的 GDP。但现在第一枪说，我们要倒闭的是谁？也是贵州。我们在4月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贵州是直接向中央讲什么？讲得非常白啊，财力水平有限，已无力化债。那个这个帖子左边的那个帖子一出来之后，不到1天2天的时间，马上就撤下来。但他马上就已经在微博大家讲说，怎么现在有人敢对中央说出大白话了？那时候就已经有人说，这代表着他们故意要让中央说你要不要救，要求中央出面拆弹。但这个帖子一出来之后，大概不到1、2天的时间就画下来。没有想到现在5月又另外一个帖子又出来了啊！那个贵州的财政局说，人面临可偿债财力不足啊，然后呢防暴雷压力大等困难，就是不断的去告诉中央，真的没钱了，没钱了，赶快救救我们吧，赶快救救我们吧。那到底贵州的状况有多么夸张呢？他们现在把它爬梳起来哦，真的是《华尔街日报》。他说呢，贵州过去盖了太多大白象，没有任何意义。你看看画面这些，对，你知道这一讲真的吓死人。全世界100座的高桥，就是这一种非常高的这种桥，竟然有50座都在贵州，其中有23座都是同一家公司盖的，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从头到尾根本就有鬼嘛。那你知道吗？他们就说这个桥。这个斜张桥盖在云端里面，云端里面，哇，这非常神奇哦！我们都知道那个贵州的地无3里平，所以他们就说现在贵州已经从千沟万壑变成是高速平原啊，他们全部都是用平原连接，他们这个真的是非常夸张。他说他们呢在126个山洞里面打了2.8座的公路桥梁啊，这公路桥梁的整个这个距离大概有8000多公里远。然后呢，他们就讲到说，整个桥梁的根本已经到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是为了建设而建设，是有人为了要从中有利图可捞，所以弄出这么多的大白象的工程。而这所有大白象的工程到目前为止没有创造多少收益。这是以前贵州对全世界吹嘘的项目，这是中国展现它大国崛起。而且我们刚才讲的，它的大国工程里面还特别介绍贵州的这些桥梁，这是鬼斧神工。可没想到现在
都变成贵州无法承受的包袱了。对，所以现在人民，你知道这个很夸张。贵州到目前为止，它的人均 GDP 就7436美元，还远低于全中国的12180美元。那请问，一个 GDP 是落后全中国的一个省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桥梁跟那一种高速铁路？然后呢，他说世界上最高的北盘桥第一大桥就在贵州，而且花了10亿人民币的。他打的一个所谓响叮当的名号是什么？它距离桥下的河面有200公里楼高，200层楼高啊！请问一下，你有需要盖一个200层楼高的在贵州吗？为什么？他们就说，现在贵州已经是所谓的桥梁博物馆，而且呢，也是那种你要拍照美照非常好的景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没掐，所以你没有效果吗？完全没有效果，没效果，都没有车，所以你任何拍它就像是一个建筑展一样，让你哇。可是我以前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我才要盖桥，盖桥我才能够沟通，沟通我才能够整个繁荣啊。但事实上现在桥盖了，然后到处都通了，但是没有车来，所以完全没有繁荣起来。一道一道桥，其实反而像是一笔一笔账记在贵州人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总共的欠债已经高达3800多亿美元哦。他们这样算下去的话，他说贵州事实上以及它的负债已经占了它总资产大概有1.8倍这样多。换句话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偿还，所以现在才会你看这么复杂，通常你桥要设计成这么样的复杂，代表你的流量非常高。所以你才会贵州的高速公路。对，但事实上真实的状况是根本的没掐，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完全是不需要的，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那刚提到这个全世界的100座高桥里面有50座都在贵州，其中有23座都是国有的贵州交通建设集团所盖的。但你知道吗？这家公司它光2022年底它的有息的债务就高达220亿美元，它光去年的利息高达7.45亿美元。刚刚有没有听到？它可是一个国有的一个交通建设集团。好，回到这个重点。那谁批准？谁要你规划？谁要你盖这些完全浮华无用、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桥呢？现在大家爬梳起来，目前为止，贵州省委书记徐林以前是习近平在上海时候的老部属，现在的贵州省长李秉钧以前是朱镕基的一个大秘，现在人家就发现说，就连你那个习近平重用的陈敏尔也是从贵州这边出来的。换句话说，你整个习近平的家底，你的所有的一个团队。很多都是从贵州过去上中央的，那他们为什么可以直升中央？就是因为它的 GDP 缴交出非常好的成绩单。一个这样3卷打这么多洞，我跟你讲，它最厉害的是有一个5洞5桥，就是它在一个5个山洞打来打去，然后做了5座桥。然后呢，大家就讲说，是真的蛮鬼斧神工，是真的蛮厉害。问题是，不管任何时间拍，几乎都没车，那就代表你从头到尾没有经济效益。你是为了盖桥而盖桥，你是为了打洞而打洞。那你一个一个洞，一个一个桥，其实是故意铺陈出陈敏尔、徐林这些人不断从地方踏上中央的这个升官之途，而升官之途最重要的就是要拥戴习近平。所以现在人家就在质疑，每座桥都很漂亮，每座桥都很难很难哦。而且我刚刚跟他讲一个超级好笑，他说有一条桥，它是从云南宣威，然后到了贵州的一个天盘水。哎呀，这个桥还得了那个一个就类似那个非常重要一个大奖，建筑大奖。但那个桥也是对他们来讲负债最大的一个桥。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贵州的人家就认为说，贵州为什么现在连4月连5月不断的去在网络上、微博上抛出这样的，就是说，哎呀，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化解我们地方财政问题。主要就是要逼宫中央，你到底要不要拿钱出来解救？他们现在就说，他们所有贵州呢，你只要看到山洞就打洞，你只要看到水面就会筑高桥。那你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水面筑高桥，有一个叫水坝升船机，然后为了这个升船机打桥，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它很夸张，它是景区单轨观光小火车，全世界第一座高架螺旋爬升的小火车，这个地方在哪里？就在贵州。而事实上，贵州可是中国穷困省份里面倒数，就是其实相当穷困了，连整个 GDP 国家 GDP 都追不上。
却在这里有了全世界第一座的单轨城镇的一个小火车，而且他们现在的品质也被质疑。最近就这样讲，在长沙，长沙居然有一栋楼瞬间4秒钟全部坍塌，坍塌了以后，44名大学生就这样子往生了。事实上呢，这个44名大学往生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去年的4月29号12:24哦。他们也就是说，怎么一下子一个状况而已，竟然整个全部都坍塌。坍塌之后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哦。然后呢，死者之间里面光是大学生就占了44人。但你要知道，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它就是一个施工不良嘛，根本就官商勾结嘛。但整个调查报告却1年之后的今天，现在才出炉，1年才公布，一年才公布，而且这个楼房瘫了1年。对，没有人敢报道，没有人敢说。过了1年之后，这个报告才出来，而且呢，目前为止只有4名的一个中管干部被追究而已。而且他们就是说，这个事故他们有一些领导上的责任，包括是什么重庆市委副书记啊、市长啊，然后一些其他人。但人家认为说，怎么可能你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造成44名大学生死亡，总计有54人死亡，你只有4个人应该负责任，其他的应该至少要58人到60几人哦，好像有更高层的人都没有把他揪出来负责，那很显然的就是官相卫。好，董事长，刚刚你这样讲，其实习近平现在办中亚峰会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嘛，俄罗斯真的没落了。俄罗斯没落，它会产生一些权力真空。权力真空在哪里？在中亚，也就是中国本来就想要透过“一带一路”，我要把手染到中亚，而且中亚刚刚讲到，你有非常丰富的矿产，你有非常丰富的物产，这个都是中国需要的。你趁这个时候，俄罗斯下来，美国无力去介入的时候，我介入这边。可你没想到，你搞太繁华了，繁华到你内部都反弹了。我想讲，最近这几个月了大概从两会之后，你看中共或北京当局所采取的一连串的所谓的这个外交动作，包括钱刚到欧洲啊，包括欧洲领袖到北京啊，然后他们到乌克兰的派特使啊等等，包括最近王毅跟苏利文开始见面，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北京的密集的在处理叫做外交工作。那这个中亚这个峰会的它是中亚5国的元首跟习近平碰面。那这几个国家是穷国，穷得不得了的，穷光蛋叫了就来了嘛，对不对？可是他过去他们的宗主国是谁？是俄罗斯。可是他这个时间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目的，他是在 G7 的前一天召开，他是故意的。他说：“我弄个场面给你看，我嘛不老累，然后我场面比你大，你比较寒酸，我比较老短，所以他花了很多钱，他不是要花在这些穷光蛋身上，他是要花在跟这个 G7 的几个大世界级的大凯子来比较，他搞这个玩意儿嘛，可人家哪在乎啊？不是，那问题这个涉及到一个叫做国家的这个文化问题，这个民族的文化问题。中国人有一句土话。”叫什么呢？叫做当官3代才懂得穿衣吃饭。习近平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土包子嘛，因为很简单嘛。你看西方为什么？西方在基督教文明的情况之下，他所采取的、他所追崇的是什么东西？他从文艺复兴开始到今天，他的音乐、他的舞蹈、他的文化、他的这些历史的遗迹，都创造人类的历史的文明。那你现在搞这个玩意，明天就拆掉了。对，你有什么意义呢？留下什么东西呢？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整个浮夸之风到处弥漫在整个中国的官场的高层，所以到处就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那第二个，这个中亚5国里面还有个特殊的意义，它不单是因为中亚5国没有什么意义，对他讲的话，它整个 GDP 大概3-4千亿嘛。3-4千亿，这你这边已经写了嘛，还比不上苏州嘛。但它是3000多亿美金，它的规模 GDP 规模比不上一个省份嘛。大家跟他搞什么东西？他当然要接收俄罗斯留下来的遗产，中亚，然后第二个呢，他准备从哈萨克这几个国家再开一条中欧的铁路，还要高铁路，因为它不是铁路，这不是高铁，这是所谓的中欧班列。中欧的第2条班列，但第1条它是从西伯利亚铁路过去，他认为西伯利亚现在不稳定，因为到时候你俄罗斯垮了怎么办？
所以他们有准备。然后因为开中欧班列经过中亚5国有什么好处？它的一带一路会马上带动这中亚的5国跟欧洲的国家开始有一段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带出来，所以它是有概念的哦。因为它目前来讲的话，你把全世界摊开来看的话，美中关系不用谈了，表面上谈竞争，表面上谈要见面，天天就是大家互相斗争，对，绝对不会，美国不会放过中国，所以没有戏唱的。他的机会，你看秦刚他们做动作全部在哪里？在老欧盟国家，对，在德国、在法国、在意大利这些重要的英国，他们都有非常重要重大，这是欧洲的大型国家。那些新的欧洲国家呢，是他不要的，因为新的欧洲就捷克啦，这些中东欧对吧？中东欧国家，他们是反中国的嘛，跟着美国走的嘛。所以这个整个的，它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外交大布局啊，上半年已经开始动了。你现在看到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只是他要跟他撑面子的第一个动作，他后面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所以说，目前习近平这个做法，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光是他不懂什么外交了，还是对内。他内部在央视拍出来这个东西，你看看。我认为中国人不是土包子多吧，对不对？央视一拍，请问你嘛，你看几个家伙吃饭还把皮包丢在地上，这个有够丢脸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场面多好看啊！所以这个场面大，他这个场面不是做给这中亚5国看的，他做给他的14亿的同胞看的，就是伟大的祖国现在变成兴起，变世界上中国终于伟大起来了，这是主要目的。好，正好。以前毛泽东最演讲的嘛，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刚刚讲的，现在互相摸底。现在习近平搞中亚5国，就是我要去摸俄罗斯的底。但是现在印度居然跑到了南太平洋去摸中国底了。对，很奇怪哦，因为对于整个这个南太平洋，原本以为是美中之间的对抗嘛，对不对？结果美中之间对抗过程中呢，竟然印度也来参与咖，关键就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因为很有趣哦，因为莫迪呢在5月21号呢结束 G7 峰会之后呢，坐飞机到巴布亚纽几内亚，给大家看印度莫迪下来的画面，哇，这真是贵宾中的贵宾哦！你看哦，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总统除了跟他拥抱之外，只是看是晚上，对不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习俗晚上是不会出来的，这是非常大。然后你看哦，他跪下来摸这个，蹲下来摸印度莫迪的脚。导播，我刚刚那边再放一次，他整个人蹲下来摸他的脚踝之处，对，这是对最尊贵的客人，这是珍贵的大礼，就像我们这个大鞠躬一样。然后呢，因为飞机到是晚上，对不对？你总不能叫莫迪改班机嘛？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总统呢，魄力哦，完全跟当地习俗不符合，晚上照样去迎接莫迪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参加印度太平洋岛国峰会啊。对，里面呢，印度要大撒币了，投资轻工业人才培训跟各式的资讯人才啊。这个不是中国现在努力在经营的吗？没有错，可是问题是，现在大家一起来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这样讲，大家来做所谓的拔桩的动作嘛，也就是美国来了，日本来了，现在印度都来了。对，而且呢，对于印度来说，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夸张。事情是什么？印度除了在这个南太平洋要去帮美国拔桩之外，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印度太平洋岛国峰会，对不对？现在啊，印度还干嘛？把全球南方领袖峰会也由印度来召开啊？为什么呢？因为印度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在外交上跟中国大战嘛，所以印度搞这全球南方峰会的时候呢，中国跟巴西啊就抵制，死不参加。可你可以看到，印度现在在整个世界上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进阶了嘛。甚至更有趣的事情是，印度对中国的挑衅坦白讲是真没在怕。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是今年 G20 的主席国，对不对？结果呢，印度竟然把 G20 今年 G20 拿到哪里开？拿到这个克什米尔邦这边开，叫做查摩克什米尔邦。这有什么特别？这个查摩克什米尔邦开，对不对？你不要看我有什么特别，看中国人讲什么。中国的外交部部长说什么？中方坚决反对在领土争议地区举办 G20 啊！这是领土争议，对，这边是到处打架的地方，中印边境嘛，对不对？结果中印边境对印度来说，你老中不是说是你的吗？对，我说是我的，对不对？
那我把剧团你拉过来开嘛，看是谁说的比较多。所以中国说我不出席了。对中国说他不出席嘛，所以对于印度来说，他真的没有在怕惹中国生气。为什么？同时间呢、你看印度还在中印边境干嘛？去做实弹军演啊！给大家看，印度把这个 K2 自走炮放到这个边境的时候呢，做大量的实弹军演，而且你看它这军演都是玩真的。这个 K2 自走炮是亚洲52倍口径的自走榴弹炮啊，而且火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这个榴弹炮呢，在这边打仗的话，一炮下去是会山崩的，所以造成雪崩，这是非常非常夸张。而且各式的实弹演习呢，你看哦，印度在这边都不断的在去做演练嘛。所以对于印度来说，他真的，其实我坦白讲，我就感觉有摩拳擦掌，想要跟中国打一架的感觉。然后呢，对于印度除了在这个边境去做武力展示之外呢，这个企业也很酷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国都在封锁中国企业，对不对？美国为了要封锁抖音，不是在搞一大堆，什么叫抖音这个 TikTok 在新加坡执行长跑来美国开听证会，对不对？印度才不甩你嘞！你可以想象的，中国 APP 在印度几乎全禁了，全禁了。腾讯被禁，阿里巴巴被禁，抖音被禁 ，TikTok 被禁，网易被禁 ，WeChat 被禁，连讯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卖衣服的，对，卖衣服的也被全部都被禁啊！印度现在禁了中国多少？禁了230款中国 APP 啊！你几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有用的，全部都禁嘛。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坦白讲，对于印度这个大家伙，中国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论人，他们真的不比中国少；论武力，他们也不怕跟中国打仗。而且印度还有核武，还有航母，所以印度真的面对中国真的硬起来了。好，玉峰，刚刚现在在俄乌战场上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变化，就是他们境内俄罗斯境内比尔格罗德，这以前本来是哈尔科夫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后备基地，就现在这个地方被炸了。炸了以后，有一群人跑出来，他说：“我们是自由俄罗斯军团，这个自由俄罗斯军团是反抗普丁的，连战车都有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呢，其实在推特上面被释放出来的，他就说他们是俄罗斯人，他直接告诉大家我们是俄罗斯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当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民，可以到处旅游，有言论自由。然后现在他发出了一个声明，他们要去终结普丁的统治，终结普丁。对，那你觉得他讲而已吗？对不对？没有，你看到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坦克车，是装甲车。这装甲车呢是美国的国际牌的装甲车，甚至呢还有坦克车都出来了。然后他在集结部队的时候呢，慢慢的拍这个动作跟这些影片，我觉得很像很像乌克兰他们拍照的一个感觉，甚至呢他们也学习乌克兰的战士，他们在头盔上面都装 GoPro。他们做所有的动作的时候呢，都把它拍摄下来，然后一直不停的上传，然后呢，他告诉大家说呢，他们背上面有不一样的，他们是一个黄色的一个背章。那你以为说你拍完影片，然后呢炫耀你的战力之后，他竟然真的把车子给开进了贝尔哥罗德，然后这个影片是有人在打进去了，对，看到说，怎么有些声音？然后那是俄罗斯的男生打开门，发现哇，完蛋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你手背上面如果是有这个黄色的布条的话，是谁的？就是这个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就是要去，这个是俄罗斯人住的地方。对，打开门，这些反抗军来到门口了，他们才讲说，怎么看完影片已经打到门口情况之下了，你以为说他只有战车、只有坦克吗 ？No， 他们竟然也有空中的优势的一个武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中上面，你不是说飞来飞去而已，他竟然可以开始投弹了。投弹的一个状况，大家就觉得说，哇，你怎么可能有拿到这么多美军的坦克、美军的一个装甲部队，然后甚至还有空中的优势武力？那更可怕的是，他投弹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其实贝尔格罗德里面有一个检查哨，这个检查哨大概就是讲他们的后勤部队的一个地方。打这个地方，其实距离一个22公里有什么？有俄罗斯的战术核子武器。他已经打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他们现在觉得说，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恐怕真的有机会帮助乌克兰把这个时间、把这个战争的快速解决。难怪比尔哥罗德现在出现逃亡潮了。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蓝白的旗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个反抗军。你看，慢慢的打进去的情况之下呢，它的路口已经出现说了，你看这个画面，你一个车开过去，我这边都畅行无阻，但对面为什么那么多车子？因为他们急着要逃的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个州长就出来讲了，好，其实他们这个已经做好准备了，要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来消灭敌人。话讲得很重，就是我们马上要反击，要把这些人给打爆。
结果呢被拍到了，在机场大家要逃，他自己也跑了。不是他还没跑，但是他老婆带着大小的行李已经要跑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大家都民心已经涣散了。然后这个影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是谁？因为发现我们刚才讲的已经在空袭了，空袭的时候大家要跑去这个地方，要去做一个防空洞，可是呢防空洞被锁起来了。然后这个俄罗斯女生讲的是什么？说普丁，你一天到晚打了9年，打了你的邻居，现在邻居反抗了，你看现在只有你有这个防空洞的钥匙，赶快来救我们。